AirPods Pro 3看着没啥区别，芯片都没升级，可大家都在说它神到不行，真有那么夸张吗？嗨，这里是小泽，在各种环境下体验了3周之后，这支视频解答你对 AirPods Pro 3的3个问题：降噪真有那么好吗？舒适度有提升吗？以及不论是换新还是第一次拥有，哪款 AirPods 会更适合你？AirPods Pro 3依旧是家族式的设计，亮面白色塑料，和4代一样取消了实体按键，转为敲击前盖3字配对。这对于喜欢给 AirPods 穿衣服的朋友们来说，的确是好事儿。那不知道你会给 AirPods 带壳吗？还是买了 Apple Care 就随便造？我对2代唯一的不满意就是戴了2小时之后会耳朵疼，得反复调整之后才能继续戴。那3代看着还大了一点，它真的能做到更舒适吗？先看耳塞，苹果今年终于用上了双密度材料，同时采用内旋设计。这意味着同尺寸下耳塞更长、更深入耳道，不可避免的存在感会更强。那为此，苹果提供了5种尺寸的耳塞，有的朋友会用比之前更小1号的，我试了一下，确实能有2代的佩戴感觉，但总觉得不够稳固。贴合度测试之后发现还是会有漏音，影响降噪效果，所以还是沿用了 M 号的耳塞。那在我这个每款 AirPods 都能戴的标准耳朵下，那存在感上，如果 AirPods 4是1分，Pro 2是4分，Pro 3大概是6分的程度。耳塞更长，内旋的拐弯设计意味着耳机后端会更扁，也就解决了前代长时间佩戴耳廓会疼的问题。那虽然耳塞更紧了一点，但顶多算是异物感，并不会顶着难受。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是真能戴满8小时的。那苹果用了3代把入耳式耳机打磨到了足够舒适的程度，配合5种尺寸的耳塞，如果你之前一直因为尺寸问题望而却步，可以去店里试一试3代，再给苹果一次机会。降噪。发布会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说3年了，怎么还在用 H2？ 凭这个双密度耳塞就能做到2倍多的降噪提升吗？所以在这3周里，我坐了飞机、高铁、地铁，跑了高速，骑了电驴，去了人多的咖啡厅。基本结论就是降噪提升真的很大，2倍也毫不夸张。Apple 真的就用重新设计的结构、麦克风、耳塞和算法，依旧用 H2 做到了这一点。那具体测试下来 ，C909 飞机起飞过程中，环境噪音大概在80分贝。Pro 3能够降到50分贝，比2代的降噪深度多了1到2分贝。高速上司机开窗的环境音大概在70分贝，那 Pro 3能够降到39，比2代也多了2分贝。提车时的风噪也会小一点，25公里的速度下 ，Pro 3开启降噪基本就没什么风噪了，2代大概只降低了60%。那自适应模式下 ，Pro 3的动态调节更明显，风噪降低的同时，依旧能完整的感知环境的其他声音。那2代的自适应几乎就没有降低风噪。那当然，我只是测试一下，大家骑车的时候还是不要开降噪比较好，保证安全。在嘈杂的咖啡厅里，2代即使开着音乐，还是有环境音和隔壁说话的干扰。那3代则会小很多。那比如这期视频的稿子就是在人多比较嘈杂的咖啡店里写的，问题不大。而且调整过的设计也经常让我戴了3个小时都忘了摘。降噪和舒适度上 ，AirPods Pro 3的升级已经很明显了。那苹果也给它塞进了不少没想到会有的新功能，我叫它们 bonus。首先是心率传感器和 IP57防尘防水。那要注意，不像 Apple Watch 会全天候监测 ，AirPods 只会在你开机体能训练后监测心率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是个运动功能，你可以单独用，也可以辅助手表提高监测精度。那当然了，苹果在 AirPods 上的 OTA 说不定过个1年半载又出了什么新的功能。我平时不去健身房，一般就是跑跑步，那不太有运动加降噪的场景。那跑步的时候更喜欢带着 AirPods 4开通透模式，感受环境声音。那我也试了试用 Pro 3开降噪跑步，因为整个身体都在摆动，不可避免的就会有听诊器效应，就像有人在敲打你的耳机一样。那自己的呼吸声有被放大的感觉。那当然开通透基本能解决这些问题，而且我个人会更喜欢非入耳式运动，更透气一点。如果你经常运动又没有 Apple Watch 的话，这应该会是吸引你的点。但是相信我，只要你动了这个心思， Apple Watch 出现在你手上只是时间问题了。AirPods Pro 3的主动降噪续航也提升到了8小时，比前代还长2小时。更好的降噪和佩戴体验足够你从国内飞到欧洲了。那 U2 芯片也让精确查找更灵敏，可以说是救命的保险功能了。毕竟耳机也要快2000了。那最后是一系列和 H2 芯片相关的新玩法 ，AirPods 4、Pro 2、Pro 3都能够支持遥控拍摄、用作麦克风以及实时翻译。遥控拍摄加上 iPhone 时期的前置摄像头，可以说根治了自拍不够广的问题。那至于用作麦克风，平常发短视频也够用了。但实时翻译需要 Apple Intelligence， 目前国区显然还在做好准备。然后我认为与我的观众分享对我来说，那我也专门用港版 iPhone 测试了一下 beta 版的中文翻译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
终于，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：哪款 AirPods 会更适合你？那首先要说的是 ，AirPods 4和 Pro 3相比各自的前代，在各方面都有不小的提升。咱们买新不买旧。如果你生活中不太需要降噪，也不想花小2000块，或者就是不喜欢入耳式，AirPods 4降噪版就是你的最优解。媲美初代的无感佩戴，降噪够用，也是我过去1年一直放在左边口袋的日常耳机。那如果你和我一样是 AirPods Pro Lightning 接口的首发用户，同时在过去3年里高频使用的话，旧耳机的续航肯定也打了折扣。如果预算充足，升级 Pro 3可以更舒服的用3年。但如果你在用更老款的 AirPods 或者刚刚入坑苹果生态，AirPods Pro 3就是今后1000天内最适合苹果用户的降噪耳机，没有之一。哦对，上海地区的朋友也可以试着抽一下耳机的国补，可以低于1500入手，就还挺值的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别忘了一键3连和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小泽，下期再见了。